来介绍一下你们家豪宅。这墙去哪儿了呀？墙了，这墙了。灯。发现野生小姑娘。小爸爸叫什么名字？你知道有什么叫做地道吗？你确定？走，带我去。这以前就是我们养猪的地方。这里面是猪栏吗？对，这个以前是茅厕，就是一个羊圈。我当时睡的地方就是在这里，2楼。我们当时垫的床垫。这用什么做的？就那树上那个对，睡在这里，然后一起讲人生嘎嘎的古算人生嘎嘎的故事。你不知道，好，待会儿我再给你讲。走，我们去上面看一下。来，我给你看一下这里。我们那时候就从上面下来，从下面上来。哇哦，这直接可以看到山的，对吧？每年冬天都会下很大的雪，白茫茫一片。对，很漂亮的。你喜欢堆雪人，我也喜欢堆雪人。到时候我们一起堆，好不好？不光这里就有3层，是不是？对，这是第3层，这个就是养鸡的地方。鸡养在阳台的地板下，这里就是我们做饭的地方。好吧，这边就是我们当时我外公外婆住的地方。现在比较暗，木床桶，就是桶，你怎么知道？你就知道。坛子，这个也很有年代感。知道这是什么吗？就是糖肉的锅瓢吧。来介绍一下。还有这是什么？它是烤糍，这是我们的一个堂屋。哇，这里还有画，好大幅画。对，这是我外公。哇，好多风筒，这全是风筒吧？对。然后这里就基本上是外公的爸爸，外公，然后我3代人的回忆。所以我准备把这里看一下。由于楠木屋所在程度远超我的想象，但我认为以前城市第一次的时候，外公打来了电话，他说小时候我可是不打木地不会修的人，现在怎么这么容易放弃？外公说他愿意过来帮我看一看，见证一下这幅画。外公看着阔别10多年的老房子，回忆着见到时的我就不停地向我介绍这个房子的年轻发生在这里的各种看完房子之后说，房子的主题是没有坏的，我还以为会是什么样子的。外公给我们的建议就是可以慢慢修复，有点修复就可以。也可以。木板我们已经搭建好了，现在钉钉子给它加固一下。现在我们开始搭帐篷。我准备把它装上玻璃，然后做成一个落地窗，到时候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好的风景。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这里最具特色的一个地方。吊脚楼的阳台也不是很安全，我准备把这里修整一下，护栏装上，再刷遍油漆，肯定特别漂亮。
为了安全，我们选择了4毫米的电线，这样子再大的功率也不怕。现在电线都已经老化了，我们准备接一条新的电线。为了不破坏老房子的这个梁的结构，先用扎丝。这些线已经老化了，我把它拆一下，重新走线以后更方便一点。本来说不打钉的，但是我们实在找不到固定线的地方了，所以决定打一颗。你这排插呢？排插还得打，排插少打2个，打对角就行了。今天之后第一次亮灯，来3、2、1亮！哎，今天第一个任务完成了，顺利完成了，感谢大家的帮助。看我。没有。还是很干净的，然后知道这种工艺的不超过10个人，知道的可以评论区告诉大家。先给锯齿做个美容，再给他喝点82年的饮料，测一下他的身高，拔个苗，助个长。天晴了，我再顺便开个机。操作，请勿模仿。
介绍一下我的木屋进展。是不是感觉很厉害？其实这是我回农村的第2个月。表哥的细泥真是太长了，把吊脚炉现在已经打磨完成了，我们准备用一些竹块把它搭在这上面。走，我们现在去找竹子。这人手上当竹子啊！
谢你了。我对头爱就打哦。啊。我就突然这样看到。喂，加油！加油！来！快！想知道来我们这边的粉丝一天都干了些什么事情吗？这不就来活了吗？先帮忙把剩下的木料砍出来，然后跟着我去看看我们还没砍完的竹子。好，加油！从来没有装底图，装过房顶。带你看看我们这边的传统老木匠是什么样的。大家看看我们捕捉瓦匠的日常工作，先清理掉瓦上沉积的腐叶，然后卸下来以前屋檐上盖的琉璃瓦。为什么不用琉璃瓦？是因为我觉得全部盖上以前的土坯瓦会更好。上的船歌腐坏比较严重，修整一下横梁，然后钉上新的船歌，换上新的柱子。这样才能正常的减瓦，所以我们的瓦修整的时间是比较长的。然后
我们表哥人工把他搬回木屋。加油！人都说祸不单行，好事多磨，这次真是切身感受到了。又记得一首诗中曾说过：“东边日出西。”
栏装置工作。因为我喜欢竹子，所以我在吊脚楼上装饰了些竹料，并且用竹棍做了隔栏，竹片做屋顶隔板，一层油漆。喝茶的地方，看着儿时的美景，闻着淡淡的茶，就做我的卧室。虽小，但也安静，一个人发呆，甚是享受。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两间木屋腐坏的地板也已经完成了更换。听取网友的建议，这两间房间前面就做了一个封闭式的护栏，保障充足的光照。你们的设计风格还没想好，有懂设计的朋友可以评论区给建议哦。乌江师傅是我的幺嘎公，在你们那里外公的堂弟怎么称呼呢？可以评论区告诉我。这几天他已经装饰完了一间木屋的地板和墙面，修复好了外公以前住的卧室，而现在小外公正在给我装饰我的卧室，特别期待装饰完后的一个重新又活泼的一件。
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什么有一辈子？干地好直流，干地好直，是的，它不缺。有句俗话，大树甘心不死啊，白杨树死不甘心。大树甘心不死，白杨树死不甘心。我的房间终于有弄好了，但是还差一个桌子，那就做一个桌子吧。